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使用 Comfy UI 搭建一个简单的图片放大工作流。在搭建这个工作流的过程中，我们也来熟悉一下 Comfy UI 的界面和一些基本的操作。首先打开你的 Comfy UI 界面，然后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工作流。如果你的 Comfy UI 上面没有这个工作流的这个 Tab 切换的话，你需要更新一下你的 Comfy UI。更新的话有两个地方可以更新啊，一个是在这个 Comfy UI 管理器里，可以点击这个更新 Comfy UI， 或者直接更新全部。更新完之后重启一下。然后如果你用的是这个秋叶的整合包的话，在这个版本管理里点击这里的一键更新，可以切换到这个最新的这个开发版，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新建这个工作流。因为我们这次要新建的是一个图片放大的工作流，所以我们想一下，这个起点应该是一个加载图片的节点，让你可以上传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右键新建节点，然后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分类很多啊。选择这个图像，这里有个加载图像，这个就是一个加载图像的节点。你也可以从这个左边这个节点库里去寻找图像，这里加载图像。当你熟悉之后，那你可以使用它的搜索功能，可以在这个节点库里搜索。你看加载，这里就有加载图像。你也可以在这个画布上双击，左键双击，在这个里面搜索，加载图像都可以。然后你可以选中一个节点，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可以把它删除。也可以选中右键，点击移除。或者你比如说你要同时删除这两个节点的话，因为你鼠标拖动的时候它是移动这个画布，所以你需要按住这个键盘的 Ctrl 键，然后再去选择，可以同时选择多个节点，然后再按这个 Delete。好，我们来添加这个第一个加载图像的节点。然后鼠标滚轮可以控制它这个放大缩小。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节点上面是它的这个名称，这个你双击你是可以自己修改的。然后右边这里有一个井号5，这种就说明它这个是 Comfy UI 自带的节点。你如果是你自定义的这种节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个这个自定义节点呢。你可以看到自定义节点的话，它在右边右上角会显示你这个自定义节点的名称。这种没有的话，它就是 Comfy UI 自带的节点。然后因为我们要放大这个图片嘛，所以从这个图像这里，我们点击鼠标左键往后拖出来一条线，放开。它下面会自动给你推荐几个这个节点，就是它根据你这个图像的这个类型，它会给你推荐这几个节点。如果你需要的节点不在这里面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新键，然后再去图像里面找，这里有一个放大。我们这次用的是图像通过模型放大。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节点啊，它这里需要接一个放大模型，还是一样的操作。我们点击这个鼠标左键，这里拖出来，它下面就会给你推荐几个节点。因为我们是通过模型放大嘛，所以肯定需要加载一个放大模型。我们选择这个放大模型加载器，这里就是放大模型的名称。如果你这里的下拉选项是空的话，那说明你电脑里没有安装这个放大模型。可以去这个网址，我把这个网址待会儿贴在视频下方。这个网站里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放大模型啊，可以看到有630个放大模型。你可以根据你要放大的这个图片类型，找到一个合适的放大模型。比较常用的有这几种，就是这个ESRGAN， 还有这个 Real ESRGAN， 还有这个 Swing IR， 还有这个 Ultra Sharp。 这个就是我看别人用的比较多的这个放大模型。当然你也可以从这个里面去下载，或者说你看别人有什么推荐的这个放大模型。然后这边下载的话是这边点击这个 download， 就下第一个就可以。下载完成之后放到你 ComfyUI 目录下 Models 里面有一个 Upscale Models， 就是放大模型，这是专门放大模型的这个文件夹，你放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在这里就可以选择了，比如说我们选一个这个，然后到这个节点，到这个图像节点的时候，图片应该就已经放大完成了。那么我们就需要预览图像或者保存图像。预览图像的话，它这个图片不会保存到你硬盘里，它会存在你的这个内存里面。保存图像的话，它会直接存到你那个文件夹里。我们先点一个预览吧。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图片放大的工作流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来上传一张图片试一下，把这个图片拖进去，然后点击执行，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放大就已经完成了。然后你这么看这个对比可能不是太明显，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图像对比的节点，在节点库里搜索一下图像对比，就用这个嘛。这个是一个自定义节点啊，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你需要安装一下。安装的话可以在这个管理器里，然后节点管理里面，在这里搜索一下，看一下这个节点叫什么名字啊？叫 RG3 Comfy。那就是这个节点。如果你用的是秋叶整合包的话，它里面是带了这个节点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需要手动安装一下，就在这里，你可以点击那个 Install， 安装完之后需要重启一下，或者你在秋叶整合包这个扩展这里安装新扩展，在这个里面搜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像对比节点也很简单啊，它有2个这个输入，那肯定就是把这2个图片，把这个原图我们再拉到这里来，
把这个放大后的图片拉到这个图像 B，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可以看到放大一点，把这个节点放大一点，拖动给它放大一点，然后你把鼠标移到这个图片上面，它就会出现一条竖线。你看，这个竖线右边的就是原图，竖线左边的就是放大之后的图。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这个就是图片放大的工作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怎么样把这个图片放大的这个工作流集成到别的工作流里。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这个纹身图的工作流，最简单的纹身图工作流，选择一个模型，这个时候它生成的是这个512×512像素的图片。那我们需要一个更大像素的图片，就可以在这里，在它生成图像之后，在这里加一个图片放大的这个流程。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按模型放大的节点，然后把这个生成的图像接过来，放大之后的图像再接过来，然后再接一个这个放大模型。选择一个放大模型，点击执行。这样生成的就是一个，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放大模型，它后面有一个这个4x， 就表明它是长宽都放大4倍，也就是说这个生成的这个图像应该是2048×2048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就是2048×2048的。就有的地方需要高清图片的话，你就需要加这个图片放大。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右键啊，这里有一个新建框。这个新建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这个节点放在这个框里，相当于把它们组成一个组。你比如说这个放大，我可以把它单独的拎出来，然后把这两个节点拖进来，然后你移动这个框的时候，这两个节点它就会一起移动。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当你后面你用的这个工作流它的节点比较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通过这个功能把一些节点组织起来，这样我们看起来就是更清楚。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内容。